各位好，我是大宇。最近我用最老款的 ES8 完成了一次3000公里左右的自驾。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整个自驾过程当中使用 ES8 给我的一些体验。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辆 ES8 是2018年年底提的一辆最老的蔚来的基准款，选装了当时完整的自动辅助驾驶的 NP。我又为了这次的行程专门去按月升级了一个100度的电池。那么我整个的行程是这样的，我从上海出发先到青岛游玩了2天，从青岛又去到秦皇岛北戴河，从北戴河返程，我就没有再去青岛，我就直接想要返回上海。中途呢，在潍坊经停了一下，休息了一夜。这次旅行呢，我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尽量使用高速服务区的换电站，全程换电的去完成这趟旅程。那事实上到最后，我是用了2次国网的充电桩。我是因为计划外的不得不进入那个服务区，其实就是孩子要着急上厕所嘛，所以我在那个服务区的时候，我想反正能补就补一点。但其实如果我有信心，是完全可以换电完成这趟旅程。实际续航呢就是300公里，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你不可能把实际续航完全用尽，你总归要留个30公里这样应急的样子。所以我大概在260、70公里的时候就要进换电站去换电，因为每次我换出来那个电池也不是100%的，是92%或者93%的这样的一个电池，所以我整个每次大概就是开250公里左右就进行一次换电，这样的来规划路线。好像才开了100多公里。因为我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不是满电出发，所以我到太仓沙溪的服务区第一次换电。我就给你俩看一会儿动画片，我们继续。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次换电，我这个车机还出现了问题，就导致这个导航完全不动了。它就在太仓服务区就锁死了，它就死在太仓了。现在这个车怎么开，它都不动了。这个车这个导航1年它也没坏过一次，反正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坏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导航锁死的那段时间，我就继续用手机导航前往下一个换电站。当我到达下一个换电站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导航地图的锁死，导致我没有办法启动换电，因为它一定要系统对接上就认识到你的车是停在换电站这个位置的。但是由于我这个导航的死机呢，它就始终系统还是没有办法返回那个车的位置信息，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开启换电。那后边还甚至来了2、3辆车在后边排队我又耽误了大概10几、15分钟，我才连通了电话里的蔚来的技术人员。他后来告诉我，通过几个热键让这个车机重启，导航就重启，才开始了换电的流程。所以这里又耽误了大概10几、20分钟的时间。还好这之后的整段旅程，车机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其他的问题。再聊一聊蔚来的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它整个在这种封闭路段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巡航的时候，前面比如像这种突然有车插入的情况，它也没有很突兀的动作。当然那辆车也确实是开得快后来当天呢，我在连云港休息了一夜，第2天就赶到青岛。连云港离青岛其实是很近的。到青岛之后，我跟朋友一起吃了午饭，又一起吃了晚饭，又一起喝啤酒。只是喝完啤酒，朋友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这里聊几句青岛的啤酒，他们那种用马扎袋装的啤酒确实是好喝，而且因为青岛好像到处都有卖啤酒的，什么路边都有，而且啤酒好像都很好喝。但是我这里要吐槽一下，青岛虽然能很容易的获得
很好喝的啤酒。但是青岛的公厕感觉好像都比较隐蔽又少，很多这个卫生条件也很差，所以喝起酒来还是有点心慌慌的。因为正值暑假，青岛的人特别多，游客特别多，特别是这个海边。之前我们去了这个金沙滩，那个人简直了，我这里放一点点视频，大家看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的沙滩。我也就没有在青岛继续的多待，我只是待了2天喝了2天酒。第3天我就带着2个孩子从青岛出发，直接就去到北戴河。这一天全程大概有770多公里，我进行了3次换电。这一段没什么好说的，因着换电站的原因，我多走了大概50-60公里的路。也就是说，在天津那里，我没有走沿海的那条叫滨海大道，好像就是大车特别多的那条路。那条路因为我上次走，我知道这个货车特别多，也不是很好开，很短，不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会消耗很多精力，所以我就绕开了那段路，同时也正好去了一个换电站。那么整段旅程我一点点开始有一点点感觉到，开车的人开始变得没有像在上海那么规矩，很多人喜欢压线行驶，很多车开始它变道不打转向灯，这种情况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在这段旅程的后来，我从这个秦皇岛出来回来，包括我在秦皇岛来来回回去地方玩，我就发现好像当地人就不是很愿意开转向灯，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转向灯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安全或者是一个跟路上其他的朋友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要转弯了，注意安全；我要变道了，注意安全，这么一个功能。但是这些人都不开转向灯，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难道开转向灯会更费电费油，还是会损耗那个灯泡？这我就不理解了。反正我也开了很多年的车，这个转向灯坏的情况好像还没怎么遇到过。这首歌我快到滨州检查站的时候，天气突然开始下雨，我就发现一个有点闹心的小问题了。未来的自动辅助驾驶它会在天气不好，就摄像头视线受阻的时候退出，当然它会有一段警告的时间再退出，那么我就会不停的需要接管这个操作。我接管之后再开一小段视野又好的时候，它又可以启动了。我这次的体验会比之前的恶劣天气要强得多，因为在大概2年之前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恶劣天气的高速，那一次我是几乎全程都没有办法启动这个 NP 的，但是这次我发现我只需要手动的开小一段，它就很快会恢复了，证明未来的这个车机的软件还是不停的迭代，它的功能还是在进步的。我听说 NT 2.0 以后有激光雷达的未来的车在这种恶劣天气的自动驾驶的情况会好很多，因为毕竟激光雷达可能提供一个更好的视野。过了这一段之后，我就没有再被这个事儿困扰过了。我这次旅行所有的线路规划全都是用蔚来的 APP，如果你没有蔚来的，也碰巧开了辆电车，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 或者下载蔚来的有一个叫做家电的 APP， 或者用它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规划这个电车出行的路径。如果你不开蔚来的，你是用不了它的换电站，其他所有的充电设施都可以用它来扫码支付很方便。也不用像国网 APP 那样还要预存它的软件里。
那么未来的这个 APP 它有很多功能，比如你可以设定进站的电量，每次充电充到什么样的电量，你需要的充电时间，它就会自动的帮你算出来，并且它会生成不止一条的路线。据我使用的经验啊，最少它会生成2条充电路线，经常会生成3条这种充电路线，所以我就可以选择一条相对来说路况好、充电资源好的这样的路。所以电车出行心里觉得还是挺有底的，这是我第一次有高速电车这种心里有底的感觉。其实到这里我的旅程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完全用蔚来 APP 的充电地图规划行程去行驶，就是这么简单，我就完成了这次的旅程。我大概会把这次旅程的一个截图放在这里，其他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注意，就是未来的换电站会有排队的情况。我这次在回程接近快到上海的时候，有过一次排队排了2辆车，但是呢，由于我是换100度电的，前面2辆车呢都是要换70度电的，那70度电一直也没充满，所以他们就在那儿等充电。那他们等充电这个过程中，100度电都是满的，所以那个换电专员就让我先换了，所以我也没有真正的排队。但如果我当时是一块70度电的电池，我是生生的要在那儿排队半个小时的时间的。但是你想，现在充电桩速度非常快，1分钟怎么也要充1度多电吧，是吧？60千瓦1分钟1度电，现在很多都是120千瓦，所以如果排队超过3辆车的，我觉得充电更快。大家考虑一下，蔚来呢给我赠送了这个免费的终身换电的服务，所以我在这次旅程当中所有的换电是免费的，还送了我一个离开家超过200公里的每年12次的免费的充电服务。所以我在这次旅程当中使用了2次国网的充电桩，也没有付费。所以这次旅程相比燃油车，我就省了所有的油费，3000多公里的油费，我只是花了一个高速公路的过路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合算的啊，省出来的钱基本上也够住酒店的了。那我这次旅程也遇到过很多危险的情况，在路上我就准备单独再做一个视频来分享。最后想说，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是有点问题，其实你有这个精力，有这么多天的时间，带着孩子坐飞机或者坐高铁是不是更方便？我这里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开车，小的时候，所以我很想带着我的孩子，让他们体验一下在路上的这种感觉。另外，如果开车就会有很大的这种随机性。我路过一个地方，比如我回程的时候本来我想去淄博吃烧烤的，但是我路过潍坊，我就突然想起以前的潍县的那些故事，于是我就又去潍坊待了1天。所以我觉得旅途应该有很多不期而遇嘛，所以开车旅行还蛮有意思的。现在有这个车企，它提供这种免费的高速换电的服务，其实按照很多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个流氓政策，因为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嘛，所以我也就属于是薅羊毛的客户了。我这里就是说，未来我呢是体验了很久的这个免费换电，我也是从这一个一个换电站，我眼看着现在未来建了几千个换电站，所以在中国也真的形成这么大的一个换电网络。那我这次也就真的体会了一次，确实是感觉未来这个公司不知道它的未来怎么样，但是我作为未来的用户呢，我确实是切身的感觉到了这份安心和方便。以前很多人看我开蔚来都说是吧，蔚来要完，最快今年，最晚明年。我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完但是我用下来还是蛮爽的，依然强劲。蔚来 ES8
谢谢大家。如果你看到这里就帮我点个赞，最好还能关注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谢谢大家，再见。